欢迎收听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可能你也有过的感觉，就是学外语学了好多年了，感觉单词也认识不少，语法好像也懂一点，听力嘛好像也还行，但是真到那个要开口说的时候，就感觉舌头打结了，脑子里好像有想法，但就是说不出来。我们手头正好有些挺有意思的分析材料，就是专门探讨这种懂但是说不出来的这个鸿沟。咱们今天就想跟你一块捋一捋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然后更重要的，怎么能突破这个坎儿？这种大家好像都遇到过的哑巴外语根源到底在哪儿呢？这个现象确实是太普遍了。我经常听学外语的朋友说老师上课讲的我能听懂，看文章也没啥大问题，但一轮到自己说，就特别扭捏，心里发毛，就老想着，万一说错了怎么办？别人会不会笑话我？我这发音地道吗？所以你看，很多时候问题不在于你脑子里完全是空的，不知道说啥，反而是心理上的那个障碍特别大，就是不敢用你已经会的东西。这更像是一种怎么说呢，心理上的一个坎儿，而不是说知识完全不够。咱们一起来把它掰开揉碎了看看，这背后到底有哪些原因在起作用。好，那咱们就先从这个最常见的怕犯错说起吧，感觉这绝对是排在第一位的。很多人心里好像有个默认设置，就是我得说的跟母语者一模一样，一点错都不能有才能开口。但说实话，要是真按这个标准，那估计这辈子都开不了口了。对，这恰恰是成人学语言和小孩学母语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区别点。你看小孩子，他们学说话的时候是从来不怕犯错的，他们就是不停地试，不停地模仿，甚至可以说是在胡说八道中进步的。对他们来说，重要的是把那个意思表达出去，而不是语法是不是100%精准。成人就不一样了，我们有了更强的自我意识，更在乎别人的评价，结果呢，就开始过度的监控自己的表达。话还没说出口呢，脑子里已经有个小警察在那儿检查了。这个词儿用对了吗？那个时态是不是错了？别人听了会怎么想我？对，就是这种感觉，自己给自己设了好多关卡。这种心理负担，反而把流利度给扼杀了。而且好像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，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个观念。考试的时候做错题要扣分，追求标准答案，这就很容易让人觉得犯错就等于失败。但在真实的日常交流里，能互相理解，把事说明白，这才是最重要的啊。有点小错误或者发音不那么完美，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，是吧？没错，是这个道理。甚至有时候你知道吗，有个现象挺有意思的，就是有些在学校里成绩特别好，应试能力特别强的学生，反而在实际口说的时候会更害羞，更不敢说，因为他们太习惯追求那个正确和完美了，就容忍不了自己说出不标准的句子。这个倒是没想到，完美主义反而成了障碍。对，这种对完美的执念反而成了口语的一个巨大阻力。那除了这个心理上的怕，还有没有其他原因？比如说感觉学到的东西用的时候就是调不出来。这个就涉及到咱们要说的第二个关键点了。很多时候我们掌握的外语知识，它是被动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它是死的知识，你能认出来，比如阅读的时候，或者能听力的时候，但是轮到你自己要主动把它生产出来，
就是说或者写的时候，它好像就沉睡在大脑的某个角落，你唤不醒它。哦，被动知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也是很多人学口语的一个误区，就是在说外语的时候啊，脑子里还在默默地进行一个翻译的过程。先用中文想好，我要说这句话，然后再去脑子里翻，对应的外语单词是哪个，用哪个句型。这个中文思考、找词儿、套语法、输出的过程，你想想得多慢呐！我明白了，怪不得跟不上。你真实的对话，那个语速根本不等人呢，人家可能一句话都说完了，你还在那琢磨第一个词儿用哪个呢？对，就是这样。别人可能都聊到下个话题了，你还在纠结上一句的某个语法点，这完全没法交流。是的，这就好比，你理论上知道怎么开车，哪儿是油门，哪儿是刹车，但如果你每次踩油门之前都要在脑子里想一遍，右脚轻踩，那肯定开不好车，对吧？流利的口语，它需要的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，知识的内化成一种自动化的技能才行。那怎么才能让这些睡着的知识活过来呢？听起来好像挺难的。关键就在于要改变你的练习方式，不能老是停留在看懂、听懂这个层面。你需要刻意的去做一种练习，叫提取练习。提取练习。对 ，retrieval practice， 就是说要强迫自己去想起来怎么说，而不是被动的等着信息输入。哪怕是最简单的日常表达，比如说今天天气不错，这个东西多少钱，我能帮你吗？就这些最基础的，也要反复的说，反复的练，直到他们能脱口而出，形成一种语言模块。哦，这个提取练习我好像有点明白了。所以重点不是一上来就要说的多复杂多长，而是要把那些最常用的小零件练熟练，让他们能自动弹出来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哎，对，说的特别好。流利度不是一天练成的，它就是由无数个这样小的自动化的语言模块，组合起来的。你得先把这些小砖块准备好，用熟了，才能用它们去盖大楼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不过啊，就算心理上不怕了，也知道要练识提取了，可能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：我去哪儿说啊？我跟谁说呢？总不能一直对着墙说吧，感觉也挺奇怪的。这就是咱们要说的第三个，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困境了。缺少真实的语言环境，还有能跟你互动的人。语言这个东西，它本质上是社交工具，对吧？它是为了交流才存在的。如果你老是一个人闭门造车，没有听众，说的好不好也没人知道，也没有反馈，那时间长了就很容易觉得没意思，没动力。是啊，自己跟自己说，感觉有点傻，而且也不知道说的到底对不对。关键是语言得有来有往才行啊！你说一句，别人有个回应，这才能叫对话嘛。没有这种互动，感觉那个学习效果，确实会差很多，而且特别容易放弃。对，而且从比如说神经生学的角度来看啊，当我们进行真实的双向交流的时候，我们大脑里被激活的那些区域和方式啊，跟我们自己只是单纯的朗读或者自言自语是不一样的。真实的互动更能刺激那些负责语言功能的神经系统，让它们连接得更紧密、更牢固。哦，还有这层原因。这就像你学个乐器，比如弹吉他，你可以天天在家对着谱子练指法，但只有你真正跟别人合奏，或者上台去表演，面对真实的听众或者合作者的时候，你的技术才能得到真正的锻炼和提高，对吧？对对，这个比喻很形象。所以呀，就算找不到真人，哪怕是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 AI 对话的工具吗？跟 AI 练一练，也比完全闷着不开口要强得多。关键就是要让这个语言用起来，让它在交流中活起来。确实，创造环境或者哪怕是找个伴儿一起练都特别重要。不过我又想到一种情况，有些人吧，可能也想说环境可能也有，
比如说在外企工作，或者身边有外国人，但就是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说，感觉好像没什么话题可聊，或者不知道怎么打开话匣子。哎，对，就是咱们要谈的第4点了，就是缺乏一些最基础的对话的切入点，还有相应的我们叫语料库吧，就是能说出来的东西。很多人可能学了很多听起来很高大上的词，比如商务术语啊，或者学术词汇啊，但是让他用外语做个最简单的自我介绍，或者聊聊昨天干了啥，或者说说自己的爱好，反而说不利索。他们想开口，但是脑子里可能是空的。我说点啥呢？我这生活好像也没啥特别的啊，或者那个词我好像认识，但是具体在这个场景下，该怎么用，句子怎么组织？这个我太有体会了，感觉就是想做一顿大餐，结果发现厨房里只有鲍鱼鱼翅，但连油盐酱醋都没有。这怎么做啊？呵呵，哈哈，这个比喻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啊，刚开始练口语的时候，千万别好高骛远，不如先返璞归真，就从那些跟你自个生活最贴近的、你最熟悉的话题开始练，建立一个你的核心对话圈。比如呢？具体可以练点什么话题？比如说啊，你怎么介绍你自己、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？你每天早上几点起，晚上几点睡，中间都干些啥？你住的地方是什么样的？你的家乡呢？你喜欢吃什么，喝什么？周末一般都怎么过？最近看了什么电影或者读了什么书？这些确实都是咱们每天经历或者想到的事情，相对来说找到对应的说法应该容易一些，而且也方便反复的练。对，先把这些最核心的、使用频率最高的场景练熟，形成你自己的一个舒适区。当你能在这些基础话题上比较自如地表达的时候，你不仅仅是积累了词汇和句型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你积累了开口说话的那个勇气和感觉，就是所谓的语感。有了这个底子，你再去聊更复杂的、更有深度的话题，心里就有底气了。这就跟你学画画一样嘛，总得先从画直线、画圆圈开始练，对吧？不可能说一上来就让你画蒙娜丽莎。这个循序渐进，打好基础的思路确实很重要。但还有一种心态，我觉得也挺要命的，就是老想着等等再说，等我再多背点单词，等我语法再学好一点，等我准备的更充分了，我就开始说。然后这个等好像就遥遥无期了。啊哈，这个就是咱们要说的第5个，也是一个特别具有迷惑性的障碍，就是所谓的完美主义陷阱，或者有人叫它准备就绪综合症，总觉得得等到万事俱备才能开始行动。对，就好像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明年一定要开始健身，但总觉得得先买好一身特专业的行头，研究透所有健身计划，才能开始。结果呢，1年过去了，可能还没动呢。学口语好像也有这种拖延症。没错，但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，说这个动作本身呢，它就是提高口语能力最重要的途径之一。它不是一个等你学好了之后才去做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典型的悖论。你因为觉得自己说不好，所以不敢说，但恰恰是因为你老不说，所以你才一直说不好。语言能力，特别是口语能力，它是在用的过程中获得的，不是在准备的过程中获得的。就像学游泳，你在岸上把理论什么蹬腿啊、划水啊、换气啊背得滚瓜烂熟，但只要你不下水去扑腾，你就永远学不会游泳，对吧？是这个理儿。你必须得下水，感受那个水的浮力，可能还得呛几口水，然后调整姿势，慢慢才能找到感觉。开口说外语也是一样的，你得去说，可能会犯错，可能会被纠正，然后你模仿再尝试，这个过程本身它就是学习。
所以那种等我准备好了再说的想法，实际上是在给自己挖坑，阻碍自己进步。绝对是，它让你掉进一个死循环里。我觉得不行，所以我不说，不说就没进步，没进步就更觉得不行，那就更不敢说了，就继续等。哎呀，这循环太可怕了。是的，所以打破这个循环的第一步，就是得放弃那个对完美初次登场的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好了，那我们分析了这么一圈儿，原因大概有这么几大类：心理上怕犯错，然后是知识是死的，调不出来，还有就是没环境、没伙伴，不知道从哪儿说起，最后就是这个等等再说的完美主义陷阱。那针对这些问题，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能落地的办法，能帮大家真正把这个嘴给撬开呢？办法肯定是有的。结合咱们刚才聊的这些，我们可以总结出几个关键的行动策略。首先，也是最核心的，就是心态上的调整。你得从心底里接受一件事，犯错是学习过程中的一部分，甚至是必须的，它不是失败。要把你的注意力从我说的对不对，转到我把意思表达出去了吗？允许自己说的不完美，拥抱这个在错误中学习的过程。转变观念，放下包袱。对。其次呢，降低开始的门槛儿，先从自己跟自己说开始。比如你可以对着镜子练，看看自己说外语的口型，或者录下自己的声音听一听。当然，听的时候别对自己太苛刻。还可以跟读，模仿你喜欢的美剧片段啊、播客啊。目的就是让你先习惯听到自己说外语的声音，克服最开始那种陌生感和不好意思。这个自己练好像可行性挺高的。第三点，聚焦小而美，练习常用的语块，别总想着一上来就说那种又长又复杂的句子，把那些最常用的短语、固定的搭配当做一个整体来记来练。比如 Nice to meet you, How's it going? Can I help you? That sounds great 之类的，把这些基础的小模块练到能自动说出来。语块化练习。对。第四，要主动出击，自己去创造微环境，别老等着那个完美的语言环境掉到你头上，那不太现实。利用你的碎片时间，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语言交换的 APP， 你上去找个语伴，哪怕就聊10分钟，或者加入一个网上的氛围轻松点的口语角，甚至就是在你看的国外博主视频下面用外语留个言，评论一句，主动的去发起一个交流的动作，就算它很短很小。积少成多。最后一点，我觉得也特别重要，要关注你的行为本身，而不是结果，要懂得自我肯定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每一次你鼓起勇气开口说了，不管你说的多简单、多磕巴，甚至有错误，你都要在心里给自己点个赞。不错，我今天又开口了。不是因为你说的多好，而是奖励你敢于尝试这个行为。对，这个自我肯定太关键了。我们往往对自己太苛刻了，要是能像鼓励好朋友那样鼓励一下自己，嘿，你今天又练了，挺棒的，那个感觉肯定会很不一样。这种积极的内部反馈，也许就是把那个怕变成乐在其中的关键钥匙。是的。好了，那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，好像对于为什么学了那么久还是不敢开口说这个问题，有了一个更清晰的画像了。总结下来看呢，主要就是心理上的害怕，知识用不出来的那个坎儿，加上外面没环境，还有就是总想等完美的那个执念，这些因素搅合在一起，就把很多人给困住了。是这样。但好消息就是啊，这些都不是什么无法克服的绝症，关键在于你得先认识到它们的存在，然后呢，用咱们刚才聊的那些方法，一个一个去试着解决。
而且一定要记住啊，学口语啊，不是为了追求那个绝对的完美，流利也不是终点。语言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它的生命力，在于它能帮你和别人建立连接，传递你的想法和感情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就像我们参考材料里有句话，我觉得说的特别好，也很有力量。就算是笨拙的开口说100次，也比你完美的沉默1000次要好得多。说的真好。因为只有当你真的把话说出口的时候，无论说成什么样，你才算是真正的踏进了那门语言的世界。那么在咱们这次探讨的最后呢，也想留给你一个问题，可以自己琢磨琢磨。回想一下你自己的外语学习经历，那个让你最想说又不敢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是我们今天聊到的某一点吗？还是有一些更个人化、更具体的原因？再进一步想一想，如果现在就这一刻，让你用你正在学的那门外语说一句最简单的话，表达一个想法或感受，你会选择说什么呢？不需要想太多，不需要追求完美，就是一个开始。希望咱们今天的讨论能给你带来一点点启发，更重要的是带来一点点去尝试的勇气。